现在是早晨8点58分，我们从住处開車前往尼斯。我們住的這個小城叫維洛諾夫盧貝，離安提布非常近，火車大概4分鐘，開車到尼斯大概半個多小時。Continue on M6098 for 7 kilometers. 早晨很多騎自行車的人，沿着湖邊沿着海邊的是，還有跑步的人也挺多。现在我們已經進入了蔚藍海岸的明珠尼斯了。我們要去找到海濱大道靠近老城的一個停車場，所以還要花些時間。Use the left lane to turn slightly left onto Tunnel André Liaudin, then continue straight to stay on Tunnel André Liaudin. Continue straight to stay on Tunnel André Liaudin. Then turn right onto Boulevard Jean Jaurès. At the light, turn right on. 停好車，我們就鑽進了尼斯老城。穿過老城狹窄的街道，一出來就看到這個開闊豪華的馬塞納廣場和這個巨大的阿波羅噴泉。他們這兒的路燈上面都是一個人的，每個人的雕像。這個氣勢非凡的噴泉，它其實就是尼斯歷史身份轉變的一個最直觀的地標。中間這個雕像就是太陽神阿波羅，而這些圍繞着它的這些半魚半馬的神獸就是海馬。他們將海洋與陸地的元素結合，完美呼應了尼斯這座海濱城市的氣質。穿過老城蜿蜒的巷道，我們就來到了尼斯老城的心臟——聖雷伯拉塔大教堂。這座教堂不僅是尼斯老城最宏偉的宗教建築，它還有一個古老又神秘的傳說。據說聖女瑞波拉特是3世紀的一位少女，她因為信仰被羅馬當局迫害並且殉道。她被投入大海之後呢，她的遺體奇蹟般的就飄到了這片海灣，也就是今天的天使灣。人們把她當作城市的守護聖女，並將教堂以她的名字命名。踏入這扇大門，你便進入了一個由光影、色彩和黃金構築的精神世界。大約在17世紀的中期，這座城市決定為他們的聖人建造一座配得上他的神聖地位的殿堂。於是呢，就在1650年，工匠們就開始了他們的創作。他們從羅馬吸取靈感，用盡一切華麗的工藝。你現在看見的每一個細節，
從繁複的雕刻到閃耀的金箔，再到穹頂上那數萬塊热那亞風格的玻璃碗，无不彰顯了巴洛克藝術的極盡奢華與戲劇張力。参觀完教堂，我們就直奔今天的重頭戲城堡山。那裡呢，曾經是薩伏伊公爵的城堡所在地，如今是俯瞰尼斯全景的最佳觀景點和公園。但是你知道嗎？在1706年之前，它並不是公園，而是一座矗立了數百年的天空之城。在被炸毀之前呢，它这個山頂上擁有軍事區，裡邊有大城堡、兵營、軍火庫。宗教區有3座教堂，包括尼斯主教堂，就是我們剛才參觀的那個教堂的前身聖母大教堂，還有數間修道院。民用區大約有700多居，包括什麼市政啊、監獄，甚至有一個養殖鱒魚的水池來滿足呢貴族的飲食。核心設施還包括巨大的地下儲水池，能確保在被圍困的時候呢仍有飲用水。但是這麼樣一個巨大的設施呢，在法國路易14佔領它之後呢，為了永絕後患，他就下令將它徹底從地球上抹去。工兵們用炸藥和镐斧花了數月時間，將這個幾個世紀建造起來的一切呢化為瓦礫，並且呢被明令禁止建。所以在準備編輯這期視頻時，我剛開始還有點疑惑，為什麼我的記憶裡沒有一點參觀城堡的印象呢？咱們現在看到的這片陽光明媚的土地，在2400多年前，是一群希臘水手建立的殖民地。他們用勝利女神奈克的名字為這裡命名，叫它奈卡爾。所以，我們今天在尼斯走過的每一步，都是踩在勝利的土地上，是不是感覺連海風都帶了幾分神話色彩？從1388年到1860年呢，尼斯及其所在的地區都屬於薩伏伊公國。這個家族後來統一了意大利，成為呢意大利王室。因此呢，尼斯的舊稱是尼斯伯爵領。它的語言、文化、建築和飲食呢，都有了很深的意大利的烙印。直到1860年，薩伏伊王朝通過公民投票，將尼斯呢正式割讓給了法國。在上山期間呢，還有個小插曲。大家都知道，在法國上廁所有多難，不只是收費不收費的問題，而是公共廁所太少了。在城堡山上呢，剛開始呢有很明顯的路標指示公共廁所的方向，我還覺得挺好的。但是這場尋寶的難度遠超想象。大家是不是有注意到，我老公一直低頭看手機，他就是用 GPS 在找廁所。我們的周圍很多游客也加入這場尋找隊伍，大家互相問詢，面面相覷，都帶着同樣的困惑，都戲稱這簡直是尼斯城堡山上的世紀大挑戰。為了找這個廁所呢，是跑上跑下。後來我還特意 Google 了這個廁所，大家看看，上面專門標注了很難找到。登上山頂，眼前的景色瞬間让人屏住了呼吸，感覺就像是在上帝的視角下，蔚藍海岸的曲線完美的展開，海水的顏色由近及遠的透明、淺藍、深藍，
與紅瓦黃牆的尼斯老城和現代的街道交織在一起，畫面壯麗的真的像一幅油畫。下來是個公園。这條風景如畫的海濱大道，大家知道是誰建的嗎？是英國人。在200年前，一群來此過冬的英國婦人覺得海邊沒有路太不方便了，就集資修了這條大道，所以它才叫英國人大道。可以說是英國人帶貨，把尼斯打造成了世界級的度假天堂。早晨，我們的車就停在這個拐角處的地下停車場，非常方便。現在我們又要穿過老城，去我們提前預定的米其林推薦的飯館去吃午飯。我們又路過了這個馬塞納廣場。這7個雕像名字叫尼斯對話，它們象徵着地球上的7大洲，是由西班牙藝術家豪梅·普倫薩於2007年為了配合尼斯有軌電車路線路的開通而創作的。它們象徵着當今社會中不同社區、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表達人類追求和平與和諧的願望。在夜晚，這雕像呢會被點亮，並且顏色會緩慢而流暢地漸變，這種不斷變換的色彩被藝術家用來模擬7大洲之間相互交流和對話的過程，帶來一種非常美麗而且富有詩意的視覺體驗。可惜今天我們是在早晨和中午路過這裡，大家有機會的話，夜晚降臨後來這裡，就會看到他們最迷人的景象。
橄榄，這是橄欖醬。Raspberry 說這個是給 Raspberry 讓你等的時候吃的。這家飯館總算名不虛傳，性價比也很不錯，是我們在南法吃的感覺最好的一餐。但是說實話，這次法國之行總體感觉吃的方面，無論價格還是口味兒，他們都不如今年初我們在葡萄牙的阿爾加維好。啊？这儿是歌剧院。在尼斯老城最热鬧也最具地中海气息的地方就是這裡，薩雷亞廣場鮮花市場。這裡原本是19世紀就存在的傳統花卉市場，後來慢慢發展成今天的綜合市集。但五彩繽紛的鮮花依然是它最迷人的標誌。它曾被評為法國最傑出的集市。這裡條紋的遮陽棚、盛開的鮮花、本地人挑選蔬果的聲音，還有南法特有的小物與香氛，讓這裡成為尼斯最具生活味的地方之一。和那天走的环山路还是不太一樣啊。這高速是夾在兩個山中間的，比較平緩，沒那麼多彎。逛完集市，我們就取了車，趕往下一個目的地。順便說一下，停車費是13.7歐元。回顧在尼斯的這一天，我們看到了希臘命名的起源，登上了被法國摧毀的城堡，漫步在英國人修建的大道，感受着意大利風情的靈魂。最後，我們正要駛向它曾經的祖國。尼斯的歷史就是這樣一層層疊加起來的，而我們的旅程也正是這樣一段跨越時空的奇妙相遇。進到意大利了。謝謝觀看，下期請跟我一起遊覽意大利的山城。